迪丽热巴从无名到出名，她遭遇了哪些，才养成捂胸口的习惯？每当娱乐圈的红毯盛会拉开帷幕，女明星们总是竭尽全力地打扮自己。然而，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场合中，迪丽热巴始终保持着一股清流的风格。迪丽热巴总是与众不同，当他人努力避免疏漏时，她却不断寻找着如何减少失误的方法。在这次走秀中，迪丽热巴再次受到批评，因为她总是刻意将手掌遮住胸口。迪丽热巴捂胸口这一行为引发网友吐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的娇羞是否真实，还是背后有其他目的？或者是网友故意冤枉了她？是害羞还是装模作样？今年可称为娱乐圈的本命年。前不久，北影节刚结束，戛纳的红毯即将到来，而芭莎舞台秀也在戛纳红毯结束后紧接着举行。女明星们在红毯上走得很尽兴，观众们也看得很尽兴。这场芭莎舞台秀总体而言非常成功。赵丽颖身穿白纱，宛如一只白天鹅；唐嫣则像公主一般华丽，杨颖散发着贵气。每位女星的出场都让观众眼前一亮，唯独迪丽热巴略显不足。迪丽热巴是内娱界继范冰冰后拥有最好身材的人物，她不仅拥有出色的颜值和气质，还能通过精致的妆容完美展现出御姐范。在这次活动中，迪丽热巴选择了一条深蓝色的鱼尾装，通过穿着完美展示了她的身材。这一件衣服的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因为迪丽热巴穿上它时，身长比例似乎不太协调。然而，这个小缺陷并不会对整体造成太大影响，毕竟迪丽热巴的身材可以弥补这个问题。人们最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迪丽热巴的胸口上。在这次活动中，她身穿一件深 V 鱼尾装，勾勒出极度低胸的造型，几乎露出了肚脐以上的部分，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迪丽热巴可能因为自己的着装感到害羞，在拍照完后立即捂住胸口走下红毯，姿势怪异，显得非常不舒服。这一举动也引起了网友的嘲笑。你穿成这样，还要遮挡什么？如果你不想暴露，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服装呢？当你选择走性感营销路线时，应该毫不羞涩地展示自己，而不是扭扭捏捏，感到尴尬。迪丽热巴的粉丝在这个话题曝光之后立即出来澄清，在解释中指出，当时热巴的衣领掉了一颗纽扣，因此捂胸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并没有任何做作之意。而且他们还表示，热巴下台换上衬衫后，神态也恢复了正常。然而，网友们并不认同这个解释，因为迪丽热巴并非第一次捂胸口，她以其出色的民族颜值而言，可以说是近年来流量提升最快、走红毯最抢眼的明星。然而，迪丽热巴与其他女明星不同，她一直有一个鲜明的小毛病，即经常捂着胸口。其中让人无语的一幕发生在2020年的星光大赏上。在那个活动中，迪丽热巴身着一条金色高开叉吊带裙，她的出场令众人感到惊叹。然而，让观众感到困惑的是，在迪丽热巴走上舞台的过程中，她始终用左手捂住自己的胸口。尽管当时有许多摄像头，热巴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不满。然而，当他站上讲台演讲时，网友们却注意到他一直抱住胸口，而且他穿的衣服并不算过于暴露。网友更加感到过分的是，在迪丽热巴领奖的时候，他以一个手倒着捂住胸口，这让很多网友表示，如果他没有捂住，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但正因为他的动作，我的视线完全被吸引了过去。2021年的微博之夜上，迪丽热巴不仅穿着不暴露的衣服，还采取了遮掩的方式。她身穿一件黑色齐胸礼服，胸口的位置甚至无法看清楚，更别提露胸了。然而，迪丽热巴登台时仍然用手捂住胸口，甚至在上台后换成了双手捂着胸口，
这引起了许多人对他是否在做作的怀疑。迪丽热巴在参加米兰时尚周时再次采取了捂胸的动作，此前她也在其他活动中做过类似的举动。虽然她当时穿着一件普通的衬衣，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但她还是选择捂住胸口，这引起了很多人对她是不是在炒作的质疑。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女演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奈。迪丽热巴在早些年的时候并不经常捂胸口，然而在她被人批评之后，有网友找到了她在红毯上还未出名时的照片。当时她非常自信地展示自己，毫不掩饰。然而，迪丽热巴的知名度不断攀升，很快就成为了时尚眼的指责对象。2018年，迪丽热巴曾亮相某高级珠宝品牌的展览会。迪丽热巴在那次活动中选择了一件粉色的深 V 礼服，她并没有刻意地遮住胸口，而是自信地将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前面，展现出她的自信气质。然而，迪丽热巴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当时在场的媒体选择直接将镜头对准她的胸部，并对其进行了特写。迪丽热巴最不舒服的是，当时她正在一个有2层楼的商场，有人特意站在2楼对着她俯视拍摄，把她前方的沟壑完全展现出来。迪丽热巴立刻反应过来，紧急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迪丽热巴在此事之后，开始在公共场合谨慎保护个人隐私，她不时用手遮挡胸口，以防止信息泄露。迪丽热巴的颜值使她走红，但她的身材限制了她的着装选择，因此她只能尽力控制走光的程度。虞书欣作为95后小花旦，在娱乐圈中不仅迪丽热巴一个人如此，她在穿着深 V 领时，也经常会用手遮住自己的胸前。因为在一次综艺节目上遭遇了不当触摸，她的经历促使她变得更加警觉，开始关注自己的隐私保护。柳岩曾以路之名出道，由于身材突出，她当时只能穿着暴露的服装。然而，她并未刻意遮挡，经常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材。不过，这引来了一大批人对她进行了身材上位的指责。柳岩在参加综艺节目时，除了遭受网友的猛烈批评外，她也经常受到男嘉宾投来炽热的目光，这使得她身边积累了许多负面消息。每一次她卷入绯闻，都与她的胸部有关，甚至有男性艺人公然地盯着她看，并在公众场合说出长得那么大，是个男人都会看的话。这种情况甚至还发生了。柳岩最终承受了这种缺乏素质的行为的后果。一些网友得知此事后，仍然对她进行谩骂，声称她只是利用自己的身材来炒作，否则为何要穿得如此暴露？柳岩作为一个受害者，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结果只能用在这个时代自己不应过于追求时尚这样一句话来结束她的暴露风格。甚至现在，每当柳岩穿着暴露的衣服，她也要用手捂住胸口，以免遭到责骂。迪丽热巴的老板杨幂也是其中之一，除了她还有几位。杨幂的身材也可以算作完美，和柳岩早些年的时候一样，她并没有刻意遮挡。然而，她的遭遇和柳岩相似，都被各种有色人士包围。尽管杨幂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但是无法抵御这些源自内心的恶意，因此她逐渐形成了捂胸口的习惯。在女艺人遮住胸口这个问题上，尽管被视为常态，但对于迪丽热巴来说，遮掩就被认为是过度做作，不遮掩又会被指责学杨幂以吸引注意力。这种矛盾的言论是否对女性而言过于困扰呢？迪丽热巴是否真的无辜，引起了众人对她的吐槽。曾有网友发表意见称，既然迪丽热巴不想被人看到，为什么不选择一些保守一点的服装呢？毕竟有很多既保守又漂亮的礼服可供选择，她这样做似乎是既害怕被人注意到，又担心自己被忽视吧。虽然这样说也没错，但迪丽热巴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流量的。
实际上，艺人参加活动时所穿的衣服都是由公司来决定的。娱乐公司是一个坑，他们会不顾艺人的意愿，挖掘出每个艺人的优点。迪丽热巴的魅力在于她的身材和美貌，如果她隐藏了身材，那么她将失去关注度。公司肯定不希望失去这个宝贵资源，因此有时候她并不能自主决定穿什么衣服。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怀疑，毕竟迪丽热巴目前的人气非常高，难道她连自己穿着的权利都没有吗？然而，确实如此。就在今年3月份，迪丽热巴参加了一场线下活动，当时她所穿的礼服裙并不算过于暴露，它是一个一字肩设计。迪丽热巴当时所处的气温依然寒冷，她被迫紧紧抱着身上的衣物以保暖，既能避免暴露于寒风之中，又能保持体温。也许是因为工作人员察觉到了这个情况，于是给了迪丽热巴一件外套，建议她穿上。然而，迪丽热巴并没有穿上外套，而是选择将其用来遮挡住自己的胸口。工作人员立即察觉到情况，迅速将抱在胸前的衣服从迪丽热巴身上取下来。然而，由于不慎操作，几乎导致热巴走光。这一点说明，迪丽热巴在穿着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迪丽热巴为何拥有如此高的流量，却在话语权上处于如此低的地位呢？原因在于迪丽热巴的能力相对薄弱。迪丽热巴从出道起一路风顺，她首先以《安娜尔罕》一剧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随后便踏上了自己的事业之路。然而，看起来如今，迪丽热巴只有《安娜尔罕》这部作品可以引以为豪，其他的诸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漂亮的李慧珍》都可以说是在演技方面连基本要求都未达到。迪丽热巴的知名度完全依赖于她的颜值和炒作，这意味着她的外貌胜过她的才能，结果只能选择以颜值为主要发展路径。可能让网友改变对迪丽热巴的看法的真正原因是2018年湖南卫视的金鹰奖。在这个盛事中，迪丽热巴凭借着《漂亮的李慧珍》获得了3.1分的评分，超越了8.7分的《鸡毛飞上天》。网友们都对《鸡毛飞上天》这部戏中2位主演的表演水平有着深刻的了解，而迪丽热巴的出色演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讶。她在这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当时在颁奖现场的一些资深嘉宾们都难掩怪异的表情。金鹰节的权威和含金量因此举动而大幅下降，甚至有网友以水后来讽刺迪丽热巴和这个奖项的水分。迪丽热巴并未感到尴尬，她在获奖后仍然洋洋自得地发表微博表达自己的态度。此后，她的演技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依然停滞不前。迪丽热巴的影视剧现在追捧的人主要是真爱粉，很少会有路人赞叹她的演技，而她如今拥有最多的粉丝则都是颜粉。柳岩和迪丽热巴的情况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柳岩在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她具备相当不错的演技。然而，迪丽热巴在演技方面表现不佳，因此她只能依靠自身的身材和颜值来取得成功。总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对迪丽热巴的批评是不合适的，因为她本人并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着装。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这些批评又是正确的，因为迪丽热巴一直没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以摆脱这种困境。因此，为了摆脱这个标签，迪丽热巴最好的方法是加强自己的演技，并且减少捂胸口的次数。有些网友声称迪丽热巴捂胸口是他们民族的传统，用以表示敬意。然而，迪丽热巴的频繁动作明显超出了礼仪的范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